吧？你怎么说呀，也是律协的秘书长，让别人看见多不合适啊！我送我的老师出来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当然，很快您可能也就是我的领导。哎呀，这几年律协呀不容易啊！我本来希望过来啊，替你们正一正风气。不过乔耀庭这件事儿呢，你们反应得很及时，处理的也非常果断。应该不用我这个老头子来多管闲事了吧？啊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有老师亲自作证，我们出去说话都硬气。那老师您慢走，会吧。好。匡主任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样？主任的位子坐得可还舒服啊？那只是咱们正常的改选。您知道的，不管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在大家心目中对您的尊崇是不会改变的。也包括你和乔少廷嘛。主任，您能不能不计前嫌，放少廷一马？他自作自受，与我有什么相干啊？如果您能够帮少廷说句话，他100%能够摆脱目前的处境。高看我了。我要真有那个本事，怎么会连自己一手创办的事务所都保不住呢？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来给乔少廷说人情啊？之前是有这个打算，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。有我又能怎么样？你不一样参选律协的会长吗？可以试一试，试一试也无妨啊。等会儿你见着肖律师，我知道，煲汤鼓励收拢人心。主任，要是咱们所能把条件开得再好点儿，把收拢变成收买，我会非常有信心。乔律那边你搞得定吧？他可不怎么喝汤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你是想问我乔律有什么弱点啊？乔律在乎家人，但可惜你不是黑手党，更何况主任，我怎么觉得有些事情你得先想清楚。什么意思？我有点搞不清，你到底是要支持他，还是试图约束他？我就想保住咱们所。小黑，你们怎么跑桥头去了？要不等等我？哦，我刚刚没听见。我不管是你进去之前，还是你出来之后，咱们所可以说是对你全力支持，甚至说是百般容忍。但如果你要老这么干的话，我这主任没法当了。我怎么了？你跟肖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指的是哪回事？别站着了，坐吧。坐啊。哦。小邵，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啊？我现在还没资格想这个吧，还是看看有能力成为什么样的律师吧。
原来你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还挺好。我觉得就是你没事发给肖律师一些案子，然后你自己当个甩手掌柜的。可现在倒好，他一遇上你的事儿，人就不见了；一遇到所里的事儿，要不然这庭外突然和解，要不然就是常年客户莫名其妙的解约。你敢说这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？常年客户，你说的是收购公司吗？我刚来的时候，主任还是邝教授。我跟着乔律师实习，我和他一起满京港跑，调查、举证、会见、开庭。那会儿复印既不方便，价格又贵。我曾经趴在法院的窗台上抄卷，抄了整整1天。晚上家里停电，为了准备第2天上午开庭，我在路灯底下写了半宿的代理词。我那会儿非常崇拜乔律师，我觉得他不仅是个律师，而且是个好律师。我明白您说的。一晃好多年过去了，邝教授离开了德智，张震做了主任。德智所也从一开始的路边小门脸儿，变成了拥有半层楼的知名大所。你知道乔律师有什么变化吗？他一点没变。我今天在律协见着邝北平了，你说的没错，他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放过咱们所。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保住咱们所，让这所有人能够全身而退。你笑什么？有这么可笑吗？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咱不继续聊收购公司的事儿了。这事儿不可能善良，我回不了头，邝北平也一样。反正都是要连人带所一块儿折进去。这所本来就是人邝北平的，大不了还给他呗，这是咱们的抱怨。你跟宏图把我跟肖律师找过来谈话，宏图肯定想不到，咱们俩聊的是这些。我问你啊，肖律师是你招来的吗？他自己投的简历，怎么了？座被调了吗？自从咱们把邝北平赶走之后，咱们所里招任何一个人都会做详尽的背调的。当时你出事了，好像真没来得及。他有问题吗？我就想搞清楚，到底是你聪明呢，还是我运气好？在正好我需要的时候，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好搭档。还有邝北平那边，只要王伯雷小坤的案子继续查下去，我相信就会找到突破口。现在我也掌握了一些证据在手上。那你需要咱们所为你做点什么？离远点，别溅一身血。会议室。这个开庭的应到地点怎么是在中院？涉死刑的案件不是一审就在中院吗？判决？对啊，一审是中院判的，可是这个戳是高院的，传票是不是写错了？一共9名被告人，这案子是公审，可以旁听。有些被告人没准儿还委托了2律师，高院的访问呢现在还没见完，估计是借中院的大法庭来用。可我还是觉得王明那起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，应当作为一个辩护论点。OK。主任叫你过去，是不是因为你带我办案子呀？他不担心我带你办案，他是担心我把你带坏。洪律师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看来在他们心中，我被你洗脑的风险很大。洪图咋说的？我其实看待你就像我的妹妹一样。
你现在就像当初的我。他大概觉得第一种态度还不适用于我和你之间。咱们这个行业对年轻人并不算友好，对年轻的女性更是如此。现在的你就像当年的我一样，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下面对诸多挑战，会不自觉地把身边一个崇拜的人作为目标去倚靠和追随。就连你现在跟着乔律师做事的样子，也和我当初一模一样。乔律师确实是一个业务能力非常优秀的资深从业者，但是他过时了。已经过时了。这话没什么问题啊。女人，你愿意跟谁学习是你的自由，我只是想让你明白，一个女人一定要开创自己的事业，而前提就是你不能跟在男人后面走。少提问。他用的是男人，不要跟在男人后边。不过他这个倒是没猜对，因为最近你都是跟在我后边。你别跟我说，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你只有这一个辩护论点。那你的鸡汤还熬得不如宏图呢。当然，除了动之以情以外，还得晓之以理啦。根据这个毒品检验报告呢，可以得出王明贩卖的毒品主要成分有2种：氯胺酮和甲基安非他明。K 粉和冰毒。OK。K 粉、冰毒。这是一审判决确认的它的贩毒数量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在于占大比例成分的 K 粉在案发时还没有被纳入毒品。如果我们要重新申请鉴定，需要检验出40克摇头丸里冰毒所占的比例。常规情况下，摇头丸里冰毒的占比就是5%。假设这40克摇头丸是超级良心货，冰毒所占比例是50%，也就是20克。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呢，这个数量的起刑点都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肯定不至于要判14年。所以，你这个方案不一定行得通。做个最简单的假设，如果合议庭不接受重新鉴定的申请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陈词吗？乔律师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？提示？最好就是明确一点的那种，至少要比在闽悦阁酒楼门前吃肉饼那次更明确。不需要提示，咱们是合作伙伴，我可以直接跟你说。如果一审判决通篇读下来，会发现，这一份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相当严谨。请把东西放进去。而我们有可能为王明争取到的切入点，在于不同被告人判决结果横向比较后的一个自由裁量空间上。你是说同案的彭达？彭达贩卖的毒品数量高达470克，其中含苯丙胺类的毒品350克，理论上判死刑都够。但是一审法院认定他有减轻处罚的立功情节。这个彭达，他有前科，属于累犯。彭达的立功情节是什么？
举报了王明啊。也就是说，在同罪甚至同案的情况下，彭达贩毒470克，累犯有一起被认定的立功表现。王明贩毒40个初犯，立功表现没有被认定，原因是因为他举报起获的 K 粉在54天之后才被纳入毒品。两者相比较的话，不是彭达判得太轻，就是王明判得太重。京港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李可等9人贩卖毒品案2审，现在开庭。辩护措辞要有一种策略。首先，彭达和王明的判决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有失偏颇。本案的一审判决对被告人量刑过重，本案另一名被告人彭达同样犯贩卖毒品罪，其贩卖毒品达470余克，其中含苯丙胺类毒品350克。其次呢，不要说彭达判得太轻，我们要跟合议庭明确表示，彭达的量刑和判决是公正的。一审判决亦认定被告人彭达贩卖毒品数量大，罪行特别严重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。但一审法院认定其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，最后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。你不是去对抗公诉机关，也不是去对抗2审法院，更不是去对抗其他被告人，你甚至不是去对抗一审法院。那我要对抗的是什么？一审判决。辩护人认为，如果以此作为量刑参照，那么一审判决对王明的刑罚明显偏重。以下是辩护人就被告人王明、彭达犯罪与刑罚作出的比较。这都欠2个月了，啊！甭废话，
赶紧给我把东西滚蛋！你容我缓缓吧，啊！我孩子他爹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，我上哪给你弄钱去啊？你再容我几天，好吧？这至少让我出去找人拆卸一下呀。你那个死老公啊，这辈子也下不了地了，啊，回回拿这个哭惨，啊，还有你那个坐牢的儿子也快枪毙了吧？啊，今天来二话，赶紧给我办，不办我交给你断人下去。我问一下，您是雷小坤的母亲吗？我们见过，我姓乔，之前您儿子那案子呀，本该是由我来做辩护的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他们的律师。呀，律师很牛啊！啊，律师管不管交房租啊？不管。但是呢，鉴于现在这种情况，打个电话报个警，对于我来说呢，算是举手之劳的事儿。报什么警啊？啊，欠租的占着房子不搬，我到哪都有理说。你知不知道我手机值多少钱？听好了啊，造成任何私人财物损失到达5000块钱以上的，构成毁财罪。而且像我这种不差钱的律师，坦白说，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赔偿和解。就算你认识个把片警也没用。看着干什么呀？把我手机捡回来呀，看看摔坏没有啊？哦，哎。是这样的，关于您儿子那案子的死刑复核，我想向您提个请求。法院都判了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况且我们家也实在没有钱请律师了。是这个我理解。这次我跟他的代理呢不收费的。您方便进去说吗？哎，你看你这手机还好着呢，是吧？还亮着。上那儿站着。房租的事儿，我一会儿跟你聊啊。站好了啊。来，您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又来打扰了。我们准备提审王波和雷小坤，所以想看一下院里的电子档案，以便把功课做扎实一些。没问题，这也是我们应该配合的。肖总，哎，上内网给他们调一下卷。好，我还马上得开个庭，有什么需求随时说。没事，你忙你忙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对不起。梁哥，中午咱吃什么呀？这刚几点啊？院里的食堂还没开呢。我还没吃早饭呢。再说人咱们跑人京港中院调卷蹭饭也不合适吧？从停车场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你一直盯着对面那家老孙家快餐。你现在真厉害呀！咱们这些餐不是都还……餐标够你点一份双拼饭，外加一份烤肠和蛋花汤的。完美，去就回啊！哎，稍等，给您看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看样子这庭开得不错啊。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跟公诉人还过了2个回合，主要是没被认定的立功行为那部分，对结果大概也没什么影响。一开始我真的是非常紧张，这么大的案子，自己一个人上刑庭。不过后来我也就慢慢的冷静下来。你的自控力很好，有点异于常人。等宣判吧，看看你的努力能不能有成果。嗯。顺利的，放心吧啊，别担心啊。对，要等结果。老爷子不容易，也算是老来得子。你别看王明才23岁，这老父亲已经60多，家境不宽裕。王明找了个女朋友，想要早点结婚办婚礼，就跑去卖摇头丸，人财两空不说，还害得这老父亲从深圳到京港往返奔波。
乔律师也会同情案件的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属吗？人活着吧，各有各的艰难。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不比他更幸运，他也不比我们更不幸。李小坤那边呢？拿到了，我正想着我们吃个好的庆祝一下。那个公交车站在哪儿？你的车呢？这属于我不幸的那一部分。那边。你把车押给雷小坤家属的房东了？那不然呢？那房东要把他们轰出去，我也不能在旁边看着呀。他们遇到了困难，我帮帮他们，那委托书签起来也痛快一点。估计雷小坤呢也知道他们家的状况，不想再拖累他父母了。那我怎么记得那车不是你的呀？哎呀，别提了。不过没事，我应该能赎回来。实在不行啊，你就歇歇吧。这先当表又押车，借来的车也给押出去了。我看你这块赎回来的表，没过多久也得当出去。照这么下去，很快你就会成为真正的穷光蛋。而光呢，还真就是字面意思。穷归穷，也不耽误咱们吃饭庆祝。照这架势，估计也是吃不上什么好的了。乔律师，院里的法官除了开庭的时候穿法官袍以外，平时都是短袖制服吧？法院更换春夏和秋冬制服呢，基本上都是由地区中院和省高院统一通知。院里有中央空调，所以现在还穿着春夏制服。那北方的法官现在穿长袖制服吗？应该是吧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看见漂亮姑娘。啊，对，我跟方圆过来提醒一下被告人。没问题，您放心啊，我会尽快的。好的。前任叫你回去呢。等提醒完被告人，我就回去。哎，这复核案子咱们组庭了吗？就算是组了呗，我你，回头我再问问张导或者焦志有没有空。这合议庭不就算是凑齐了吗？你就是先斩后奏，回去等着被挨批吧，到时候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在电梯里看见前两天怼你哥们儿那女律师了，就是他妹跟乔二婷一块儿那个，估计是过来开庭的。我去买饭的时候还看到乔二婷在院门口等他呢。看来他俩现在是合伙作案，就地分赃了。老律师给年轻律师发案子做。不挺常见的吗？一个被暂停执业的老律师。那你的意思，就是乔二婷如果对这个案子不放手的话，顶在前面的很有可能就是萧闯的妹妹。哎，你怎么先吃上了？你不是说不饿吗？我这都饿死了。好吃吧？这家特好吃。今天呢，我3个辩护观点都说了，只是我有点没太明白，为什么我重新申请鉴定这个方案，你认为一定行不通呢？对涉毒案件的认定啊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数量最大说和质量最高说是一贯原则。你在庭上提这个司法解释，很难作为你申请重新鉴定的依据，明白吗？我能理解毒品都是有纯度的，尤其是化学毒品，有 A 级品，还有 AA 加。但是像摇头丸这种以 K 粉作为原料且占绝大比例的，这是标准，法律就是标准。你能跟我解释一下，一个活了17年、364天、23小时59分59秒的人，过1秒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吗？前者就是未成年人啊。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无数的这样的标准组成的。我们可以去跟合议厅谈一个标准是否合理，也可以尝试去探讨在同一标准下是否公平。
我是不是根本没必要从这个方向进行辩护？每一个律师办案呢，都有不同的方式和风格。同一个刑案，切入点也不一样。你的这个方案呢，我认为不可行，但是我很欣赏你的思考方式。不管是做律师，还是做其他的任何事情，甚至哪怕是说你不做任何事，只在生活里独立思考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。针对季新律师的投诉，当事人那边我已经摆平了。既然您都说律协不会继续追究，那应该就没事了。那个律师跟着哪个合伙人呢？付超的人，哎呀，都跟了5、6年了。我立刻让付超开了他。律协竞选这种事儿，大家不一定拿脑子投票。只要有人投诉，人家可不管季律师冤枉不冤枉。明白，主任。不过这事儿我这么看啊，这次律协竞选，张正可谓毫无胜算。乔婷现在本儿都被扣了，想转锁根本就不可能。张正啊，现在肯定是在头疼，怎么才能甩掉乔少廷这个包袱呢？我觉得德日所没有想甩掉乔少廷，还给他配了一个能出庭的律师。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就能拿到代理权，还这么顺利，可以向最高院去报备啦。挨了顿打，压了辆车，要这都算顺利的话，拜托啊，不顺利的案子别介绍给我。哼哼，看来你现在连3万块的挂靠费都掏不起啦。钱我一定会付给你，但是不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填在委托书上。小律师，你很愿意为这个案子出面吗？我无所谓，有案子就做呗。虽说有时候逃避直视对方是个本能，可是做律师呢，我建议啊，你这个习惯还是改一改。我无所谓，我有案子就做，这样行不行？你知道金港律师行业除了德智所和金富所之外，还有一个大所乐动所，去年破产解散了。乐动所的合伙人呢，张乐动是我的一个前辈，他是咱们国家海商领域当中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。3年前，他实名举报邝北平学术造假。然后呢？然后？没有然后啊，很快就风平浪静，不了了之了，甚至在互联网上都找不到什么相关信息。现在和乔婷搭档的那个女律师，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来咱们所面试过。难道德智所开出的待遇比我们好吗？人各有志，更何况他在咱们所应聘的时候说自己是乔少廷的铁杆粉丝。因为有了他，乔少廷就可以视投诉无误了。德智所这不是在钻规则的空子吗？那主任，您要是觉得有必要，要不我再去找他谈谈，看他能不能再回咱们所。不必。
总不能说德日所只要给乔耀庭招一个有本能干活的，我们就去挖一个吧。是。就在去年，乐动所呢代理了一起国际贸易纠纷，跟单信用证里的保对条款把他们搞死了。张乐栋认为是遇到了信用证诈骗，我跟张正呢找了一些国外的朋友，四处打听了一下，最后发现是供应商下的套，而那个供应商的法务叫詹英，就是邝北平07届的硕士。新入行的律师免不了毛躁，又是跟着乔耀庭这种喜欢胡来的，你去查一下这个肖律师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。主任，您是打算要我？这个肖律师如果做错了什么事，受伤害的人自然会投诉他，管理部门自然会处置。我打算什么？与我有什么相干吗？当然。尽快去办。不好意思，信号不太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没事吧？啊，我们没事，小宝贝没事啊。哎，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，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，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。对，有人员受伤，还有救火车。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，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，目前警察、消防、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。听我说，我知道，我理解。你们的情绪我都
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好，我知道。您是？你好，最高院刑庭的鲁南，你们吴队叫我过来的。您受伤了？啊，没事。别激动，我连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哎，吴队你好，我抱歉让你久等了。铁路上请讲。好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不会吧？我第一次到南京。带卢法官去会议室。行，这边请。哎，卢法官。好。你们副庭在会议室啊，我处理一下就来。知道了。副庭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是江州行政支队的乔政委。哦，您好，最高院刑庭鲁南。你好。吴队这回有事，他一会儿过来。哦，我刚才碰见吴队了，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，他去处理一下。啊。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。金港的案子不急，你先看看这案子。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今天把你叫来南京，除了汇报案子，就为……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，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。程序？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。9年了，你们年迈伸手，现在都没有个说法。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，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，好吧？请你们再等一等，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。我们等不了了，必须要严惩凶手。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。对。你们先回去好吗？请相信法律啊！相信法律。您好，这里是四星区交通支队，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？啊，是我。怎么称呼？鲁南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，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。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，也好一并处理。啊，这样，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，等我处理完了，我尽快赶过去，好吧？不是你这刚到，要急着去哪儿啊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啊，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！领导，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，我书面报告都写好了。不，你先听我说，金港的案子不着急，回头再说。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。怎么？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？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。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，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。这样，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。啊。哦，等等，那个去趟洗手间，照照镜子，收拾一下自己，拿点像我最高院的法官。好，出门左拐。哎。吴队。你又来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乱啊？田阳的案子，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，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。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，走程序上报。哎，久等了。哦，你先看看案卷。哎，有什么疑问，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。哦，9年前的案子啊。对，9年前，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，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。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，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，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，私下换一些美元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辖区民警多方摸排，通过走访得知，在下午的5点多，吴越广场绿豆汤摊子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。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。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，也就是5月16日，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。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。
初步推断，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，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。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，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。说起来，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。5月11日，在汉江金汇夜总会附近，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，爆发了冲突，双方一路追打。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，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一人。走了，杀人了！警察及时赶到，把两边的人都抓了。这没有护手的刀，就是容易伤了自己。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。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，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。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。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被害人的血。刘凤军的 DNA、田阳的 DNA，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。很幸运，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，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，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。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，我也甭翻了，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。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。还是我来说吧。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，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，也没有 DNA 存档。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、流动性大，排查起来十分困难。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，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。直到今年年初，我市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，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。田阳被羁押之后，他的指纹、脚印还有 DNA 信息，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，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。这不到1个小时，对比结果就出来了。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。命案优先，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。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，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。之一，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。但是判决没他，还是人没抓着吗？就是因为李梦琪，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。哟，杨哥，这晚还忙着呢。这个吴队是您的？我发小，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。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，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。哦，不，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，甭瞎打听这些啊。总之，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，该提讯也提讯了，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，走访也基本完成了。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，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，要慎重、慎重再慎重，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。刚才吴队他们不也不说了吗？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，1年之后就失踪了，现在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。咱们有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。怎么个另案处理？我是说，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，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。还真不好说。从预审开始，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，这个田阳什么都认，只有一点，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，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，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。
就这一点上啊，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，自然是更安全。安全不安全的，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。师傅，我马上过来。这李稍等啊。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？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？首先，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，刘凤军是跟着一男一女离开的。其次，审讯田阳的时候，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。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，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。第三，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。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，虽然时隔太久，他们无法明确地指认田阳，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，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。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？你说呢？9年了，对，早就推平盖写字楼了。都9年了，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？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？哎，他人呢？哦，他跟乔治啊。哎，领导，您带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，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。哎，领导，您先别着急走，您得给我指条道啊！我就这几个小时，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？鼻子底下是什么？吴队和乔正都在，自己去问去。那2位你也看到了，他明显就不对付呀，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。你尽量配合就好，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，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，不关你事，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。你别忘了，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？你算上方院，你还差一个，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。啊，领导，咱一码归一码啊，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要挟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。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，需要分那么清吗？不是，领导。行了，抓紧时间啊，别耽误事了。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。别啰嗦了，赶紧去干活去。哦，对了，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，你是遇上车祸了吧？受伤了没有？我是说除了脸上。我没事儿。赶紧换身，赶紧的啊，注意形象。好了，走吧。法官，法官，哎，法官您好。啊，你是刚才那个？是的，是的。我是田阳的律师，我姓冉，叫冉森。哦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，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？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，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。对不起，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。那个，你是律师，你应该懂规矩。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，没错，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。而且我认为，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，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。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，懂吗？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，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。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，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，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。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？武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。哎，最高院这哥们儿，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？卢法官，您看您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那我就看着点了啊。哎，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。来，您拿好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好了，给你了啊。谢谢啊。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，我就胡乱点了点。都行。是。嗯。谢谢。你刚才说，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，什么意思啊？
据我调查了解，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。虽然后来在江州，李梦琪傍上了大款，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。是吗？那我八卦一下，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，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？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。什么意思啊？田阳来到南京之后，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，但短短几年，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。说这些全靠进出口升仙，您信吗？你把话别说一半啊！既然已经说了，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。我是斯塔瑞的法务，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，但我一直怀疑，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，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啊？第一，我没有实证；第二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。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，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。田阳是我的领导，也是我的当事人，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，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。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，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？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，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。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，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。李梦琪是个女的，没错，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？当然不是。哎，谢谢。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，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。我多次向警方反映，他们完全不理会。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，可他给我的回复是，与本案无关。等会儿，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，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，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。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。放大，再放大。吴队到底是什么人，我不好断言。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，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。走私也好，洗钱也罢，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？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，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？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，是担心？假设，我是说假设啊，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。只是走私的话，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？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产生，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。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，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。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，走程序上报。你的这套逻辑啊，不能说是口语不通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话说的有点过，但确实是有点牵强。而且我刚跟你说了，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。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，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，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。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，但是我觉得啊，由你给他做律师，这都是他的幸运。
哎，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，你认识吗？凶杀案发生在江州，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，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，常跑来南京。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，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。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，你也都跟他说过了。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，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，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。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？我没敢在他面前。加个微信。好。我想你。卢凡。